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金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。咱们今天继续玩咱们这个怪兽徐老师支援的这个新品玩具啊，也就是欧叉的这款，这个属于守护神的第4个单体啊，车辙啊，就变这个警用摩托的这么一个角色啊，也是这套合体的倒数第2款。换句话说，还剩一个刀刃啊，就是还剩一条胳膊，这一套守护神就可以完全组合了啊。所以这是最近刚出的，而且这款车辙也不便宜啊，价格也不便宜。所以说，欧叉嘛，MMC 啊，价格不便宜是很正常的事情啊，也不意外。让我比较意外的就是，因为从之前玩过的前3款啊，给我的感觉就是从第1款的急救员第2款的这个大街，然后第3款的热点，设计上应该说都有亮点啊，尤其是到第3款的热点的时候，毕竟是3变，它是一体变出来的组合形态，还不错啊，我的感觉还不错。然后到了这款第4款的车辙的时候的这个变形啊，这个方面其实有一些地方开始扳手，就是头雕，头雕就是上半身的一些个变形，其实就是收头雕和这个底下的板件的时候，就这个地方啊，收这个整个的板件的时候啊，就是把头翻进去，这2个金色的这个胸口折叠之后，怎么样它能够贴平？就是说里边头雕在里边收纳的这个位置和位点啊，会有一定的一个角度，所以到最后才能完整的把这2块叠进去的金色的这个胸口能够叠成90度，才能把最后把2侧的这个胳膊里边的板子最终才能扣上，否则这2块金色的板子不推平的话，不摁到位的话啊，是基本上是很难把这个2侧的这个板子再扣上的啊。所以说头雕翻过去很严科严啊，包括下半身的这个后轮最后的一个折叠这个方面啊，其实也很巧妙啊，但是也有一些地方需要严科严的这个去折叠啊等等，反正整体吧，它的这个空间感，整体玩具的空间感其实给的，并不是太宽敞，就是太宽绰啊，严科严的位置特别多啊，所以还有包括最近视频也有，就是有的人等在测试它的组合的这个形态的时候啊，它的组合位点比较紧，这款我也试了试啊，虽然它今天不在视频里面把它完全组合啊，就说我大概玩了玩啊，组了一下啊，确实组合位点确实有点紧啊，网上的视频有的就插进去拔不出来的这种感觉啊，确实可能是我大概去看了看啊，应该里边有些飞边的一些情况啊，还是做工有点糙的一个原因导致啊。不过整体呢，哎，还是能在接受的范围内吧。这是盒子啊，咱们看一下3视图。欧叉这一贯的盒子的包装风格。好，然后咱们把这个车辙放在这里。这回呢，它有一个手是插拔的手啊。为什么是插拔呢？因为这个它有一个这个零件是需要放到手上的啊，机器动画里也出现过，是一个灭火的一个装置啊。这个手，但是插拔倒是不是很松，这一点啊，这个让我觉得还行，因为有的些做插拔的手啊，这个地方的桩子插入几个之后会很松，这款还好。然后纸制品依旧里面有这个红卡片啊，看后边能力数值的人物卡依旧是非常软的这个人物卡，后边的能力数值，然后呢，剩下就是说明书。这个的说明书里边其实有一些地方啊，画的不是太明白啊。仔细看的话，整体的步骤都有，但是呢，最后的变形，包括就是摩托车最后的一个脚架的这个地方该怎么去翻折，就是这里啊，去怎么翻折这些地方呢，画的好像是没有画上啊，因为它这个地方去变形的时候，它是有前后步骤的，所以说
欧叉的说明书啊，向来画的都是跟没有一样啊，反正行吧，无所谓，变形不难，所以说呢，咱们就一点点啊，给它玩一玩。配件里面还有2个替换的脸，这个脸这个地方就是把这块抠下来，就下半部分啊，整个给抠，我就没拿啊，也就大家伙知道就行啊。很丑，这款很多人说啊很丑，确实记忆里的车舌并不好看，这是主要的一点啊。咱们先把这个配件把它拔下来啊，把手给它装回去啊，确实是很丑。这一点没办法，记忆里的设定就是如此，能如何呢？对吧？这2个炮咱们也可以给它拆下来。这2个炮呢，还原的是这个设定上面的有这个造型啊。好，然后这地方翻下去，然后呢，枪这个地方也从手里咱们也可以给它拿下来。这个大拇指地方给它翻下去，拳头握紧。好，这3个武器同样啊，除了这个配件之外啊，这3把枪都在载具形态有它的一个收纳的一个过程啊，就是有它的位置。然后这把枪还可以转啊。有人说好像是这个形态还是这个形态更加还原这个动画啊。然后枪头这块是能折的，它最后还有一个地方，这里后尾灯还有一个透明键啊，所以这是最后收纳的一个造型啊。这是最后放到警用摩托这个后备箱上面的啊，2个这个炮，一边一个，一会儿再看啊。好，咱们现在开始给它变形啊。首先第一步，咱们要做的呢是把它的这个地方，车把这个地方，先给它往上挑。这块其实在变形，你不管是哪块的变形的时候，这个2个车把是就要注意的啊，不是软胶件，是塑料件啊，会一个不注意会把它崩断，这个就到时候就不好了，给它腾开位置啊。然后这2侧的零件给它打开，它是卡到这个凹槽里面，打开它，打开，先放在这儿啊，这样看起来也挺萌的哈，然后就是胳膊的这个地方，拳头往上折到这个位置，然后呢，从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卡扣的，捏住这里啊，咱们需要给它就像打骨折了一样的感觉，给它往上折90度啊，这个地方给它折90度，然后咱们再给它往里推，它是一个缩短的一个过程。第一次玩的时候啊，这块超级紧，因为上面有漆啊，所以说第一次玩就注意吧，反正别刮漆就是为最好，就收纳到这个地步就可以了。这块也是啊，翻起来，打开这里，手给它往上收，然后给它往里收，这个位置收好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，这是最后摩托车的脚架，这个先给它推出来，腰给它转180度，腾开位置啊。咱们现在就开始摘这个胳膊的这个地方呢，它有一个活动关节啊，咱们给它往外拽，这个地方给它往外拽，这个时候啊，这里面看这个斜的这个地方，注意啊，打横
再给它拽出来，否则这块地方跟这块肯定会刮漆的啊，然后给它打平。凡是备用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这里也是啊，把它打开。这里啊，记住这里，这个斜的这个地方，打横给它翻过来，然后给它折过来，放到这个位置。它里面就是空的吧，对吧？然后把这个地方给它合得起来。这个零件你从这块能拼图能看出来，就是它的这个油箱的上半部分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上边的这个零件给它往上挑，挑开。后边的这个前面的车轮给它抠出来，打直。这里边这个两个银色的小片片，咱们给它翻出来。这两个片啊，翻出来的原因是为了把翻动的时候没有一个一定的干扰，把这个空间留足。还有一个点呢，就是载具形态的时候啊，我更喜欢把它再收回去，因为这样打开我觉得不是多好看。因为你把它推平了，它中间也有大的缝隙啊，所以还不如把它再推回去啊。反正怎么摆这两片都不好看啊。好，然后咱们开始翻头啊，一会儿打开，怎么翻呢？你要保证这个头雕，第一个先是正的，第二个这个底下这个白色的板件和这个板件最后要把白色推平，这个板件再立起来啊。首先咱们先把头给它转过去啊，看这个地方，现在这个白色板件是立起来的，咱们要通过这个关节给它往下压，压平了它，哎，然后最后这个金色的这个零件要立起来，看这一下都给推回去了啊。这一块的操作是这一款最难的地方啊。然后你看头雕给它放到了这个位置上啊，贴到后边。这个时候呢，胸口这两块的卡扣咱们先解锁。这个时候你往上贴这个胸口的时候啊，这样才能把它就是这两个板件贴平。所以说这个板件压平之后，这个板件是立起来的，所以这才能保证这两个板件贴到一起啊。然后这个时候这两侧，哎，这一看就是引擎的这个做的这个板件啊。然后这两侧贴平，那么包括这两侧的板子，你就可以给它完全卡上了，公差是没问题的啊。这个手臂往下来一点，这边也是给它往上推，推平了它。好，然后手臂中间的卡扣咱们扣上，这样给它贴好。贴好之后，这个地方两个板件就像我刚才说的啊，我再给它贴回去。没什么影响啊，你给它放到外边，其实放到哪儿都不好看，其实还不如再给它贴回去。然后我们现在把上边这个油箱的这个地方啊，拼图线给它拼上。好，这是车头的部分就完事儿了。手臂给它转正。好，这个是
上半身的变形。下半身的变形呢也很简单，首先咱把两个腿给它卡上啊。哦，镜头放矮一点啊，咱们要变下半身了。这个时候把这两边的这个类似于这个后备箱的啊，就警用摩托那个后备箱的这两块啊，给它搬开，然后把这块给它拽出来。这是座椅，然后整体连后边的车灯这个地方也给它拽出来啊，因为你只有这么做，它才有可能最后达到什么一个样式呢？就是这个脚底板有空间，你能够给它翻啊。当然翻之前依旧是啊，这个板子给它转180度。现在暂时只能这样啊，是斜的，因为最后它还有一个地方需要卡扣，再卡一下啊。好，这个时候整个的脚底板这空间就有了，所以咱们直接把它往里翻，这个地方贴合进去。逆变的时候啊，变人形的时候，这个地方要先压起来，这里，然后再抠这个边缘，它是就这个脚底板是能抠出来的，因为这一块它有阻挡，你不把这块翻出来之后，这块的整个的一个空间是没有的。盖上，好，然后这个时候咱们要做的是整个把腿这个地方，包括腰，整个往上翻到上面去。这两侧咱们先翻过来啊。好，后备箱这里放了，你看卡扣的位点就在这两边。第一个卡上去，这边的卡扣再卡上去啊。然后后边咱们要做的呢，就是把这个地方给它往上盖住手，盖住拳头啊。看看这个拳头好像，哎，这个拳头是什么鬼？啊，这个拳头还动了一下啊，给它放平吧。哎，然后把这两侧给它盖上，盖上的同时，整个后备箱连同后轮再给它往上翻。看这有没有阻挡的位置啊？好，座椅的根部这个地方有一个滑道，给它往里推。好，然后咱们来看一看它的这个后轮是不是压到位了。因为呢，压到位，它这个地方的板件是要有一个凹的，这里看这个地方是探出来的，最后跟这个地方能结合上，是它这个后轮翻到位了啊，就是这样。好，然后整体的后备箱这个地方卡扣，最后是跟车体能够密合上的。然后这个地方的烟囱啊、排气筒啊，最后是能够跟它一体，是能够密合上的。这边也是啊，这个板件能扣上就可以，这边也是。对齐后边的这个后备箱的板件啊。
我看看啊，这个卡扣其实第一次变的是没这么麻烦啊。然后推一下这个后边的这个地方啊，哎，推上去了。前面这个地方也能扣上了，就推一推这个零件，也许它还没到位置啊，所以会有一些公差。哎，扣上了，扣上，好。然后呢，咱们看一看这整个的后边这一块，最后咱们再把这个座椅再扣上，车把前面这个位置车把，咱们再给它转到正确的位置。然后有小幅度的可动啊。然后这个枪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咱们还要搬开一点啊，打开一点。然后呢，咱们再把这个枪给它插到里边去，最后再合上。这个枪头差一点点跟这个车轮，所以不影响它的滚动。然后这两侧放开两个卡扣，这两侧这两把枪依旧能插到后边。我插着车辙载具形态就基本上就 OK 了啊，就是这个样子，挺漂亮的啊。整个的变形，尤其到最后啊，一个上下的一个翻折过来，把后轮往上一翻，最后解决了这个整个的这么一个空间的一个功能。其实能够看，从下面能够看到啊，是整个把脚往上翻，然后手呢整个摊平往下合并，把脑袋藏到这里边的一个过程啊，很简单的一个结构，并没有多难，但是处理的效果呢却还不错啊，我个人反正感觉确实还是不错啊，起码让我不讨厌吧，这是最主要的一点啊，起码玩的不糟心不膈应人，这是最主要的啊，虽然它很贵。然后它的组合形态的变形就是从摩托车形态就开始往上去变啊，把这两个枪咱们给它收下来，这个枪就不用给它拔了啊。好，两个卡扣收回去，座椅这个地方打开，左右把这个滑道往外推过来，然后呢，还是车把这个地方，我们先往上转，这个地方给它往上挑起来，哎，给它挑起来，打开，然后底下这一块啊，合起来，咱们之前合起来这一块零件，再给它打开，跟人形一样啊，这有个凸，插到这里，就这样，这里也是，给它打开这个零件，抠的时候不是很好抠，因为它的合缝线的这个地方比较严科严，所以说你想给它彻底的抠开呢，哎，还麻烦一点，因为这零件搬开还挺紧啊，扣上啊，然后就是整体把这个车头前面这个地方旋转180度，从上面这个地方去旋转啊，这里啊，然后前轮给它往里收，但是收之前记得把这个座椅
扣到外边的2个卡扣上面，让出这个空间，再把这个前轮给它往里边收进去，对正。这就是它的组合形态啊。组合的位点是扣到上面，是扣到上面，底下这一块啊是一个滑槽滑到里边啊，这就是它的组合的一个形态，就是腿部的一个造型啊。但如果你喜欢，还可以把这2个枪还是插在上面也无所谓，反正我都不插了。整体非常简单的一个变形啊，处理的效果呢也还不错啊，不能说这个变形多么的巧妙，但是呢，就像我说的那句话一样，起码你玩的啊，把这个脚架收起来，起码你玩的不糟心。这是我对于这款第一次上手玩过的就是一个来回之后的感觉啊，你不像有的一些第三方分了一堆的件啊，分了一片的东西之后啊，然后你去一件一件去规整，一件一件去挪动，一件一件去一点点的去啊，给它为了凑一定的造型，为了凑一定的结构，凑补肉啊等等，用杆子用片啊，这些东西，这个完全没有这一些其他东西，就是收头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空间的运用，包括那个头的底下的那2个那个板件，你要给它收齐了，这是最主要的一点啊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后轮往下推的时候啊，有没有干涉啊，尽量把空间留足去给它往下去翻啊，这都是注意的2点啊。有的地方呢，就像刚才我翻这个零件一样，它的合缝线很密啊，没有一个手或指甲能抠的一个地方啊，所以就是在玩的时候你也要注意一些啊。包括很多的地方的零件是用在根部的地方去使力，千万别凭空去使力啊，因为毕竟再怎么样 O 叉的材料其实还是韧性要差一点啊，所以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地方，毕竟这个单体挺贵的啊。行吧，这款车辙咱们就分享到这儿啊。这个也是守护神的第4款 XE 款的刀刃啊，就是这款直升机。看来今年是没戏了啊，看看明年什么时候这套守护神能够彻底的，以目前这款车辙如果组合上之后啊，现在明年什么时候能够让守护神摆脱杨过的状态，就还是差了一个胳膊啊。所以说咱们到时候再看，因为最终我要拍一期大合体的一个视频，所以到最后呢，咱们就再找时间啊，再拍这个组合的视频。反正也有的是，明年有的是时间，看他什么时候能推出吧。因为 MMC 本来出货速度就慢啊，所以希望在夏天之前能够让这套守护神彻底的站起来啊，毕竟出来的时间也不短了，包括他家后续还有大力神啊，所以那款可能我更期待，所以尽快吧，大家尽快速度吧。好吧，最后还是感谢咱们的徐老师啊支援的这一款 O 叉的车辙啊，这个呢就是小金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，谢谢观赏。